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故事精彩的话，也可以打赏请丽姐喝茶。哎呀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真的是气死我了。做红娘这么多年，像这样的奇葩事件还真是少见。我先喝口茶压压惊，慢慢跟大家道来。事情要从去年夏天说起。那天我正在办公室里整理相亲资料，突然接到一个电话。电话那头是一位阿姨，声音听起来特别着急。丽姐，听说你们婚介所口碑很好，我想给我儿子介绍个对象，你看看有没有合适的。我习惯性地问了一下基本情况。原来这位男生叫小张，今年32岁，在一家外企做技术主管，年薪50万往上，还在市区有2套房子，家里就这一个独生子。哇塞，这条件在我这边绝对是优质客户了。阿姨，您儿子条件这么好，怎么还没找到对象啊？我好奇地问道。阿姨叹了口气说，哎，都怪我们把他惯坏了。从小学习好，工作也顺利，现在事业有成了，找对象反而特别挑剔。相亲过好几次，看到女方一点不满意就直接拒绝，弄得我这个当妈的很是发愁。我连忙安慰道，阿姨别着急，这在我们这儿很常见。优秀的男生都会比较挑一些，这也正常，您放心，我这边一定帮您物色最合适的。没过几天，我还真就想到一个似乎挺合适的女生。李小姐，30岁，身高1.65米，研究生学历，在某知名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。长得漂亮就不用说了，关键是性格也好，待人接物都很得体。但是就是这个看起来完美的李小姐，却让我见识到了什么叫择偶要求。当我第一次跟她见面的时候，她直接拿出一张 A4 纸，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要求。丽姐，我的条件你也看到了，我觉得我的要求也不过分。首先，对方必须是名校毕业，最好是海归。其次，年收入不能低于50万，要有房有车，最好是市区的房子。再次，身高要在1.8米以上，长相要帅气阳光型的。最后，家庭背景一定要好，最好是知识分子家庭。听到这里，我都忍不住扶额了。但还没完，他接着说，哦对了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彩礼必须要50万起步，这个是我妈妈的要求。你要知道，我们那边都是要这个数的。我当时就惊了，李小姐，您这要求是不是有点太具体了？现在的年轻人谈婚论嫁，主要还是要看2个人是否合得来啊。丽姐，这你就不懂了。李小姐一脸认真地说，我都这个年龄了，不能再浪费时间在不合适的人身上。与其将就，不如一开始就把条件摆清楚，您觉得呢？看着她那理所当然的表情，我真的很想说，妹子啊，你是来相亲的，不是来购物的啊。但是作为专业的红娘，我还是耐着性子说，这样吧，我这边正好有个条件很不错的男生，要不要先见个面？就这样，我安排了小张和李小姐的第一次见面。老天爷啊，谁能想到这一见面竟然会引发后面这么多惊天动地的故事。我特意选了一家环境不错的咖啡厅，布置得很温馨。那天我跟小张提前说好了，让他早到10分钟。谁知道这李小姐真是给我上了一课。李小姐踩着高跟鞋来的时候，我差点没认出来。平时上班穿的就很时尚，这次见面更是盛装打扮，香奈儿套装配爱马仕包包，那气场我都被镇住了。小张看到李小姐的第一眼，眼睛都亮了。确实，李小姐的颜值和气质都在线，这点我得承认。寒暄了几句后，我就找借口去洗手间，给他们创造独处的机会。哎呦喂，谁知道我这一走就错过了好戏的开始。后来还是服务员跟我说的，我走开没多久，包厢里就传出了激烈的争吵声。等我急急忙忙赶回包厢的时候，就看到李小姐正襟危坐，一脸不悦地说，我觉得我的要求很合理啊。现在这个市场行情，50万彩礼不过分吧？再说了，我都主动告诉你了，省得大家浪费时间。小张的脸都气红了。李小姐，我觉得咱们还是讲点道理。彩礼是传统，我理解，但您开口就要50万，这不是把婚姻当买卖吗？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李小姐优雅地端起咖啡杯，轻轻抿了一口，这是对女方的尊重。再说了，我刚才看了你的条件，
在外企上班，有2套房，付个50万彩礼应该不成问题吧？问题大了去了。小张一拍桌子站了起来，我的确有2套房，但那是我自己奋斗赚来的。您张口就要这要那，把我当提款机啊？再说了，您自己工作也不错，为什么非要把彩礼当成衡量标准呢？我赶紧打圆场，两位别激动，有什么事好好说嘛。李小姐放下咖啡杯，面无表情地说：丽姐不用劝了，我觉得我们不合适。我妈说的对，男人要是连这点诚意都没有，以后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。小张听完更来气了，李小姐，您这话就不对了。我是来找结婚对象的，不是来买房子的。您把婚姻当成交易，这才是最大的问题。这时李小姐突然打开了自己的包包，拿出那张写满要求的 A4 纸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把要求都摊开来说说。除了彩礼，我觉得你在其他方面也不太符合我的期望。比如说，你的学历只是普通一本，而且也不是海归，我的天哪！我当时就想说，妹子，你这是在相亲还是在面试啊？但我还是强忍着没说出口。小张听完彻底怒了，李小姐，我觉得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在您眼里，婚姻就是一份合同，男方就是个签署合同的甲方。这样的婚姻我宁愿不结。说完，小张直接起身就走。我在婚介所干了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看到相亲现场有人这么愤怒的离场。李小姐倒是一点都不慌，优雅地收起那张纸，对我说：丽姐，不好意思啊，看来这位先生不太能理解我的要求，麻烦您再给我介绍下一位吧，记得一定要符合我的标准哦。我当时就语塞了，这都什么事儿啊？但是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这才只是整个故事的开始。后来发生的事情简直是一波三折，让我这个见多识广的红娘都大开眼界。说到这里，我得先喝口茶压压惊。这事儿说来也是巧，就在小张和李小姐相亲失败后不久，我又收到了一位女生的委托。这位女生叫小王，条件也不错，但是性格跟李小姐完全不同。小王是那种特别温柔的江南女孩子，在一家医院当护士长，年薪虽然不及李小姐，但也有20多万。长相清秀，说话轻声细语的，让人感觉特别舒服。当她来找我的时候，我第一感觉就是这姑娘不错，说不定能跟小张配成一对。结果你们猜怎么着？小王的妈妈也跟着一起来了。那位王妈妈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一进门就开门见山：丽姐啊，我们家小王条件不差吧？我们要求也不高，就是彩礼得给足，这年头又不是没人愿意给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王妈妈，您理想的彩礼是多少呢？不多不多，也就60万吧。王妈妈说这话的语气就跟在菜市场说今天白菜2块钱一样轻松。我差点没从椅子上摔下来，这比李小姐要的还多啊。我赶紧说，王妈妈，现在年轻人工作不容易，60万可不是小数目。谁知道王妈妈直接打断我，丽姐，你可别跟我说这个。现在结婚不就是这样吗？我那个邻居家闺女前年结婚的时候彩礼收了80万呢。我们要60万已经很讲究了。小王在旁边低着头，一句话也不说。我仔细观察他的表情，总觉得他好像有难言之隐。果然，等王妈妈去洗手间的时候，小王终于开口了，丽姐，其实我不想要这么多彩礼的，但是我妈说，现在这个社会不要高额彩礼就是对女方的不尊重。她觉得要是男方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，以后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。听到这话，我不由得想起了李小姐说的那番话，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我忍不住问，那你自己是怎么想的呢？小王叹了口气，其实我觉得只要2个人感情好，有共同的人生目标，彩礼的事情可以商量的。但是我妈说，现在这个社会钱就是底气，要是不要够彩礼，亲戚邻居都会笑话我们家。我心想，这姑娘人品性格都不错，要不要给小张介绍认识呢？但是这彩礼的问题，真是让人头大。就在我犹豫的时候，王妈妈回来了，还继续说，丽姐啊，你也别觉得我们要求高，这60万彩礼其实也是为了闺女好。你想啊，现在物价这么高，要是男方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，以后怎么养家？再说了，这钱也不是全部都给我们，是要用来给闺女买车买包包的。这话我可不爱听了。王妈妈，
婚姻讲究的是两情相悦。您这样把彩礼定得太高，会不会影响小王的姻缘啊？怕什么？王妈妈一摆手，现在又不是没人愿意给。再说了，我们小王条件这么好，要求高点怎么了？看着小王难过的表情，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，有时候逼婚最狠的不是丈母娘，而是丈母娘的攀比心理啊。就在这时，我的电话响了，是小张。他在电话里气呼呼地说：丽姐，我要结婚就要结婚，我要证明给那些势利的人看，我小张就算不给天价彩礼，也一样能找到好姑娘。小张这个电话来的可真是时候，我琢磨着要不要给他介绍小王，但转念一想，这事儿还真得好好安排。毕竟被李小姐那一闹，小张对高额彩礼的事情已经有阴影了。我先安抚小张，别着急，感情的事情急不得。你先冷静冷静，改天我请你喝茶，咱们好好聊聊。结果您猜怎么着？第二天小张来我办公室的时候，他妈妈也跟着来了。这下可热闹了，我这小小的办公室一下子挤满了故事的主角。张妈妈一进门就说：丽姐啊，我们家小张的事情你一定要帮帮忙。这孩子这些天被彩礼的事情闹得睡不着觉，天天念叨着要证明自己。我这个当妈的看着心疼啊，我赶紧给两人倒茶。张妈妈您放心，好姻缘我肯定帮忙张罗。不过小张啊，你也别太钻牛角尖，婚姻大事要理性对待。小张却异常坚定：丽姐，我这不是钻牛角尖，我就是想证明现在这个社会还是有人愿意谈纯粹的感情的。您说那些动不动就要几十万彩礼的，他们图什么？还不是图钱。这时张妈妈突然说了句让我吃惊的话：其实嘛，要是真遇到特别合适的姑娘，彩礼给个20-30万也不是不行，关键是要真心实意过日子。小张一听就急了：妈，您怎么也这样？我不是说了吗？1分钱彩礼都不给，这是原则问题。我在一旁听得直摇头，心想这孩子是不是被李小姐刺激过头了？但还没等我开口劝，张妈妈就说了：儿子，你这想法也太偏激了。适当的彩礼是咱们的传统，表示对女方的重视。你这样一棍子打死，好姑娘也会被你吓跑的。看着急得满头大汗的张妈妈，我突然灵机一动：小张啊，你觉得如果遇到一个同样反对天价彩礼的姑娘，但是她妈妈坚持要高额彩礼，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处理？小张愣了一下，那得看那个姑娘是什么态度。如果她也被逼无奈，我倒是愿意好好谈谈。那如果人家姑娘也是奔着真感情来的，但是架不住家里压力呢？我继续试探，这小张陷入了沉思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，低头一看，是小王发来的微信：丽姐，我想单独见您一面，有些话想跟您说。这可真是天意啊！我琢磨着要不要安排小张和小王见个面，但又怕重蹈李小姐那次的覆辙。这两个年轻人都是好孩子，就是都被彩礼这个问题折腾得不轻。张妈妈看我在发呆，赶紧问：丽姐，是不是有合适的对象了？我笑而不语，心想这事儿得好好谋划。这两个孩子相亲，不能再出现上次那种局面。但是两边的妈妈都在施压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就在这时，小张突然说了句让我眼前一亮的话：其实吧，如果那个女孩真的特别合适，彩礼的事情或许可以好好谈谈，但是绝对不能像上次那样一上来就把彩礼当成衡量标准。听到这话，我心里有了主意，看来是时候安排一场特别的相亲了，但这次我得来个大变动。我琢磨了一晚上，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分别给小张和小王打了电话，约他们在一家茶馆见面。但是呢，这次我特意选了一个包厢，还特意叮嘱他们千万别带父母来。我的想法很简单，先让两个年轻人见见面，要是聊得来，其他的事情都好商量。彩礼的事情等感情培养好了再谈也不迟。见面那天，小王来得特别准时，他穿着一条淡蓝色的连衣裙，看起来特别温婉。小张迟到了5分钟，一进门就不停地道歉。我看得出来，小张对小王的第一印象还不错，眼睛都亮了。一开始的气氛有点尴尬，毕竟上次的相亲经历让小张有点紧张。但是让我意外的是，小王居然主动开口了：听丽姐说你是做技术的，我在医院工作，经常要用到你们开发的系统，
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小问题。这一下小张可来劲儿了，立马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了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案。我在旁边看得只想笑，心想这闷葫芦总算开窍了。聊着聊着，话题自然而然地就转到了他们各自的生活和理想上。小王说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开一家专门服务老年人的诊所。小张立刻接话说他也一直想做一些公益项目。两个人相见恨晚，聊得特别投机。我看时机差不多了，就找借口出去上洗手间。这次我特意多待了一会儿，给他们创造独处的机会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发现两个人已经加了微信，还约好下周末一起去听音乐会。但是好戏还在后头呢。过了大概1个月，小张突然来找我，丽姐，我跟小王处得不错，但是他妈妈要求的彩礼实在太高了。我早就等着这一刻了，那小王是什么态度？小张叹了口气，小王说他愿意跟我一起想办法说服他妈妈，但是他妈妈太固执了。就在这时，小王也来找我了。他红着眼圈说，丽姐，我妈妈说不给够彩礼就不同意我们结婚。但是我觉得小张真的很好，我不想因为彩礼的事情错过他。看着两个年轻人的痛苦表情，我突然灵机一动，要不这样，你们两个一起去参加一个公益活动，然后特意邀请两边的父母也去，让他们看看你们在做有意义的事情，说不定能改变他们的想法。这个提议得到了两个人的赞同。他们真的组织了一场为老年人服务的公益活动，两边的父母都来了。看着自己的孩子认真地为老人服务，两位妈妈的眼神都变了。最后在我的见证下，双方父母终于达成了一致。彩礼定在了象征性的10万元，这笔钱全部用来作为两个人的结婚基金，用于新房装修。婚礼那天我也去随了份子，看着新郎新娘幸福的笑容，我突然想起了李小姐。听说她现在还在坚持自己的择偶标准，依然单身。所以说啊，婚姻不是买卖，感情不能用金钱来衡量。真正的幸福是两个人互相理解，共同成长。至于彩礼，数字大小真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两个人是不是真心实意想要过日子。对了，还有个小道消息，前2天我听说李小姐相亲又失败了，据说是遇到了一个比她要求还高的富二代，要求女方必须有1000万资产。这就是现世报啊！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，找对象的时候还是要看缘分，看人品，而不是只看条件。丽姐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。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喜欢的话记得给丽姐点赞哦。